看到队友们受伤，马小桃怒了，正打算释放凤凰流星雨，还好裁判的及时介入，阻止了凤凰流星雨，保护了斗灵战队的队员们免受更大的伤害。尽管斗灵战队的队员们愤怒和不甘，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史莱克学院的实力确实强大。马小桃冷哼一声，看什么看？换了你们会留手吗？星罗皇帝陛下的评价更是对史莱克学院实力的肯定，这才是史莱克，强势爆发的史莱克。不过斗灵战队也不错，可惜他们遇错了对手。笑红尘和马如龙讨论了斗灵战队与史莱克学院的比赛。笑红尘认为斗灵战队的战术准备充分，不幸的是他们的战术被史莱克学院克制。马如龙分析了斗灵战队的雷霆巨炮可能是仿制的，并指出其放大体积简化了工艺。他们一致认为斗灵战队的实力不容小觑，只是运气不佳。马如龙还提醒笑红尘，尽管他天赋出众，但需改善毛躁的性格，以免未来吃大亏。笑红尘对此没有反驳。在返回星皇大酒店的路上，戴耀恒道：“后天的个人淘汰赛我先上。”马小桃瞪了他一眼，道：“凭什么你先上？”因为他之前伤了对手队长，认为对方见到他会情绪不稳。马小桃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在绝对实力面前，小计谋无关紧要。周老师随后要求与马小桃回酒店后进行谈话。在会议室中，周老师平静地询问马小桃：“作为队长，他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马小桃意识到周老师的意思，周老师直言：“如果论队长的资格，贝贝甚至戴耀恒和霍雨浩都比他更适合。”周老师的话让马小桃感到愤怒，但也让他不得不反思自己在本届比赛中的表现和责任。马小桃毫不客气地道：“我没做错，我也是为了全队的胜利。以我的实力，比戴耀恒更适合深入敌后，最终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赢得很轻松。”周老师笑了：“轻松？”批评马小桃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能力，这可能会在未来的比赛中成为劣势。他强调，马小桃作为队长，应该更加谨慎地隐藏实力，以便在关键时刻给对手一个惊喜。周老师提醒马小桃，史莱克学院面临的对手非常强大，他不能仅凭现有的阵容就确信能够赢得最终的冠军。周老师用今天的比赛为例，质疑如果没有徐三石的特殊技能，他们是否能够突破对手的防御。他告诫马小桃永远不要低估对手，因为他代表的是史莱克学院，是一支战队的领袖。周老师还提到，其他队员为了学院的荣耀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他们在面对强敌时的勇敢与马小桃等人的轻率形成对比。尽管马小桃和其他两位主力在实力上远超其他队员，但在为学院做出的贡献上，他们却远远不及那些全力以赴的队员。周老师的这番话让马小桃感到羞愧，也让他深刻反思作为队长的责任和团队精神的重要性。面对周老师的严肃批评，马小桃最初想要反驳，但随着周老师情绪激动地阐述他行为的后果，他最终无言以对。马小桃提出质疑，认为周老师的战术也未必总是正确，但周老师反问他，马小桃的战术是否就是正确了，并强调他的行为影响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周老师提醒马小桃，如果没有霍雨浩的精神探测共享，他们今天的胜利不会那么容易。周老师还表明，如果马小桃不能履行队长的职责，他将被禁止上场，由他一人承担责任。周老师的爆发让马小桃感到意外，因为平时他总是温文尔雅。尽管马小桃是院长的弟子，面对周老师的坚定态度，他也感到了压力。周老师离开后，马小桃陷入了沉思。与此同时，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在团战中轻松取胜，队长马如龙依然没有出战，显示出他们强大的实力和深度。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只有3位主力未曾出场，包括队长马如龙和预备队队长笑红尘及其妹妹孟红尘。由于史莱克学院内部的问题，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成为了夺冠的热门，即使史莱克学院有2位魂帝出战，赔率上仍然落后于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个人淘汰赛在第3天拉开序幕，斗灵皇家高级魂师学院的队长孤竹剑因伤无法参赛，这让斗灵战队的队员们心中充满了不甘和怒火。在团战中，史莱克学院展现了强大的实力，使得个人赛的胜负似乎已经倾斜。今天的比赛规则是，史莱克学院只需击败3名对手即可晋级8强，而斗灵战队则需要击败史莱克学院的全部7名出场队员才能逆转局势。史莱克学院的出场阵容包括戴耀恒、马小桃、林洛尘、贝贝、江楠楠、徐三石和何菜头，而霍雨浩、王东和潇潇则作为观众支持队友。周老师安排戴耀恒首先出场，马小桃则作为压轴选手。经过之前的批评，马小桃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承诺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完全遵从王岩的战术安排。戴耀恒的第一个对手是斗灵战队的强攻系战魂王千元，他在之前的团战中未能充分发挥就被控制，心中充满了复仇的决心。面对千元的强烈战役，戴耀恒保持了冷静，礼貌地向裁判行礼后，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比赛。个人淘汰赛的激烈对决中，戴耀恒展现了他作为白虎战魂帝的强大实力。面对身材更为壮硕的对手千元，戴耀恒虽然在体型上不占优势，但他的魂技和战斗经验却让他在比赛中占据了上风。
千元虽然在力量上表现出色，但戴耀恒的战斗智慧和策略让他在对决中取得了胜利。戴耀恒的战斗风格直接而有效，他利用自己的魂技和力量，巧妙地诱导对手犯错，并以决定性的一击结束战斗。他的每一次胜利都巩固了史莱克学院在观众心中的地位，同时也让斗灵战队的队员们意识到了他们与史莱克学院之间的实力差距。在戴耀恒的连续胜利后，史莱克学院顺利晋级8强，而斗灵皇家高级魂师学院则不得不结束他们的征程。马小桃在台下虽然渴望上场，但在周老师的教诲后，他变得更加沉稳，没有冲动行事。与此同时，霍宇浩和王东没有在个人赛中出场，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提升自己的实力上。霍宇浩尤其珍惜这段时间，他和王东一起刻苦修炼，借助浩东之力和黄金之芒左臂骨的帮助，他们的魂力不断提升。观众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实力更强大的戴耀恒和马小桃，而霍宇浩的双生武魂虽然独特，但在实力为尊的魂师世界中，他还需要更多的成长和证明。不过霍宇浩对此并不在意，他更关注的是自己的修炼和成长。霍宇浩在周老师的房间内，面对着那柄散发着森寒气息的噬灵凶刀，心中充满了既兴奋又紧张的情绪。他知道这柄刻刀可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霍宇浩深吸一口气，集中精神，将自己的意志与魂力缓缓地向噬灵凶刀靠近。随着他的魂力接触到刻刀，一股强烈的凶戾之气扑面而来，仿佛有无数的怨灵在尖叫，试图侵蚀他的心灵。霍宇浩咬紧牙关，坚持着不让这股凶气侵入自己的内心。他的魂力中蕴含着浩东之力的纯净与温暖，开始慢慢地与噬灵凶刀中的凶戾之气抗衡。周老师在一旁紧张地注视着霍宇浩，随时准备出手相助。他能感觉到霍宇浩身上的魂力波动越来越强烈，而噬灵凶刀的凶气似乎也在逐渐减弱。这是一场精神与意志的较量，也是对霍宇浩魂力控制能力的极大考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霍宇浩的额头上渐渐布满了汗水，但他的眼神却越发坚定。终于，在霍宇浩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噬灵凶刀中的凶戾之气开始被他的魂力所同化，刻刀上的森寒气息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平静。霍宇浩缓缓地睁开眼睛，他的瞳孔中闪烁着金色的光芒，那是浩东之力与噬灵凶刀的力量融合的征兆。他小心翼翼地将噬灵凶刀拿在手中，感受着其中蕴含的强大力量。这一刻，他知道自己成功地收服了这柄传说中的凶刀。周老师看到这一幕，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他对霍宇浩的能力感到由衷的敬佩，同时他也意识到霍宇浩的未来将不可限量。而霍宇浩心中清楚，这一切的背后，伊莱克斯的智慧与指导是不可或缺的。伊老，伊老！霍宇浩在自己的精神之海中呼唤起伊莱克斯，但是他精神之海中那3位好像都睡着了，没有一点声息。想着竟然如此把他们唤醒就行，霍宇浩立刻开始行动，精神探测谨慎地覆盖了噬灵凶刀。他并不担心噬灵凶刀的精神反噬，虽然他的身体能力只是2环大魂师的水平，但在精神力方面，他却有着3位强大的存在作为后盾：一位精神系的100万年魂兽天梦冰蚕，一位来自异世界的强者伊莱克斯，以及10大凶兽之一的冰碧帝黄蝎。这些存在的强大，使得霍宇浩在精神力的对抗中有着极高的自信。当噬灵凶刀试图吞噬他的精神力并侵入他的精神之海时，霍宇浩感到了剧烈的痛苦，仿佛自己的精神被生生割裂。然而就在这时，天梦冰蚕率先做出了反应，他毫不犹豫地捍卫起了自己的领地，保护霍宇浩的精神之海不受侵犯。霍宇浩的双眸中金色光华闪烁，他的灵眸魂环显现出来，第2魂环的紫色千年魂环和第1魂环的莹润白赤色中散发出强烈的金色光晕。这股强大的精神力如同铜墙铁壁，将噬灵凶刀的凶戾之气反弹回去，使得凶刀本身都发出了凄厉的嗡鸣声，并散发出青色气流。周老师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他本想在霍宇浩出现异常时出手相助，但很快就被霍宇浩身上展现出的强大精神力所震撼。他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景象，霍宇浩的第1魂环上的金色光晕显得格外耀眼，释放出的精神力气息甚至超过了他这位魂王的感知范围。霍宇浩双眸金光湛然，通透的就像2块金色水晶似的。天梦冰蚕已经愤怒地问道：“怎么回事？有人抢地盘吗？”因为受到噬灵凶刀的刺激，冰帝也清醒了过来。霍宇浩的眼眸中闪过一道碧光，释放出一股远超凶刀的凶狠气息，猛烈地冲击着噬灵凶刀，使其发出悲鸣，青光尽散。天梦冰蚕和冰碧帝黄蝎虽然与霍宇浩的融合未完全，但他们的精神本源在霍宇浩的精神之海中构成了坚不可摧的防线。在这关键时刻，伊莱克斯的声音响起，平静地安抚着激动的天梦冰蚕和冰帝。尽管伊莱克斯只剩下一缕神识，但他的存在本身就让2大魂兽感到敬畏，他们深知伊莱克斯对霍宇浩并无恶意。随着伊莱克斯的介入，霍宇浩的眼眸颜色从金碧色转变为灰色，他的气质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老师目睹了这一切，他记得霍宇浩曾在魂力17级时与巫风的战斗中，眼睛变成灰色后取得了胜利。如今
他近距离感受到了霍雨浩灰色眼眸中的死寂与神圣，这种神圣感甚至超越了他曾见过的天使武魂。霍雨浩年轻的面庞在灰色眼眸的映衬下，散发出一种圣洁的气息，拥有着超越常人的力量与存在。伊莱克斯的声音在霍雨浩的精神之海中回荡，他接管了霍雨浩身体的掌控权。霍雨浩虽然有些无奈，但他深知伊莱克斯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伊莱克斯释放出的灰色精神力转化为洁白的净化之光，落在士林凶刀上，使得凶刀剧烈颤抖，发出凄厉的嗡鸣。净化之光如同滚油泼血，将凶刀中的邪念和诅咒驱除，使其恢复了原本的纯净与生机。周老师目睹了这一切，他惊讶地发现士林凶刀的气息完全改变，从原本的凶厉变得生机勃勃。霍雨浩向他解释说，他通过精神力控制解开了刻刀中的封印，放掉了邪念，使得刻刀恢复了常态。周老师虽然对魂导师的知识不太了解，但他相信霍雨浩的话，并将士林刻刀交给他，让他带回学院进一步研究。回到房间，霍雨浩向王东讲述了刚才的事情。虽然他隐瞒了精神之海的秘密，但他仍然感到兴奋。王东对士林刻刀感到好奇，但霍雨浩更关心的是伊莱克斯将如何利用这柄刻刀。在伊莱克斯的指导下，霍雨浩将士林刻刀贴在额头上，瞬间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生命力。这股力量洗刷了他的全身，使他的经脉、五脏六腑、骨骼都变得更加坚韧，他的身体仿佛经历了一次重生。霍雨浩在经历了生灵之精的洗礼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身体改造。这股庞大的生命力不仅让他的修炼速度有望大幅提升，更让他的身体承受能力显著增强，对魂环年限的承受力也大大提升，意味着他的魂技威能将得到显著增强。就在霍雨浩沉浸在这种改造带来的欣喜中时，生灵之精的注入突然停顿，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痛苦。士林刻刀竟刺入了他的额头，生命气息如洪水般涌入他的精神之海，使其迅速扩张。天梦冰蚕和冰碧帝黄蝎虽然惊异，但很快意识到这背后的伊莱克斯并无恶意，反而对他们有益。伊莱克斯指导两大魂兽释放封印之力，以补充霍雨浩的精神力，并告诉他需要在霍雨浩修为突破30级后才开始逐步融合。伊莱克斯的神识控制强大，他通过一道青色光门离开了精神之海。天梦冰蚕和冰碧帝黄蝎对人类神识控制的赞叹。霍雨浩的身体发生了诡异的变化，是林克刀化为液体融入他的额头，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第三只眼。这第三只眼带给他无尽的痛苦，仿佛精神本源被撕裂再重组。然而在这份痛苦中，他感受到了一股温和的金色力量，它温暖地修复着他破碎的精神本源，使他重新找回了意识。霍雨浩的精神力回归本体，他发现自己的骨骼、肌肉、经络都笼罩在一层奇异的青色之中。他的精神之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虚无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广袤稳定的乳白色空间，中心是一片充满生机的青碧色湖泊。他的精神之海至少扩大了3倍，稳定性也大大增强。霍雨浩在精神之海中目睹了生灵之晶的奇迹，这颗碧绿色的珠子如同湖泊上的太阳，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在伊莱克斯的解释下，他了解到生灵之晶是生命力的固态提纯形态，是经过千万年孕育才有可能出现的天地至宝。它的存在对于任何生灵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帮助，即使是邪恶能量也无法抗拒它的诱惑。伊莱克斯向霍雨浩解释了生灵之晶的来源和特性，以及它如何改变了他的精神之海，使其变得更加美丽和强大。霍雨浩的精神力成长速度将大大提升，他的精神之海变得不死不灭，甚至他的身体在生灵之晶的影响下，无论承受怎样的伤势，只要大脑还在，都能自行修复。伊莱克斯还告诉霍雨浩，他的神识将寄居在霍雨浩的第3只眼睛生灵之眼中，这将是他的一个独特武魂，虽然不能附加魂环，但能带给霍雨浩智慧和力量。伊莱克斯还建议霍雨浩在处理完身边的事情后，进行一段时间的闭关修炼，以更好地融合和控制这份强大的生命力。随着伊莱克斯的话语落下，霍雨浩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坐回了自己的床上。他的第一个动作是摸向自己的额头，却发现那里并没有第3只眼睛。他一度怀疑刚才的经历是否为幻境，但当他凝神内视时，一切都清晰可见。他的精神力已经能够感知到体内每一个角落的变化。霍雨浩惊喜地发现，他的身体变得更加柔韧，关节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玄天宫的运转也变得更加自然，仿佛与呼吸同步。他的心情也随之豁然开朗，感觉到自己已经融入了大自然，身体和精神都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精神之海中，生灵之湖和生灵之珠依旧存在。霍雨浩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去适应和掌握这份新获得的力量，让自己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4强比赛前会议中，周老师详细分析了即将到来的半决赛对手，强调了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强大和多变的魂导器战术。他提醒学生们，虽然对手实力强劲，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尤其是在单人淘汰赛和223战法中。周老师还透露了决赛的规则变化，这无疑增加了比赛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周老师向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详细介绍了即将面临的对手情况，
并对即将到来的半决赛和决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除了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这一强劲对手外，来自天魂帝国的帝奥学院同样不容小觑。帝奥学院作为天魂帝国的皇家学院，其参赛阵容由1名魂帝和6名魂王组成，实力强大。而星罗国家学院虽然在整体实力上稍逊一筹，但作为星罗帝国的主场，其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容低估。周老师强调，尽管史莱克学院拥有马小桃和戴耀恒2位魂帝，但预备队的队员们的实力相对较弱，这使得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团战中面临巨大挑战。他提到，霍雨浩和王东的武魂融合技虽然强大，但在对手实力雄厚的情况下，能否发挥出应有的效果，还是一个未知数。在战前准备会上，周老师详细分析了对手的每一位队员的能力，并制定了相应的战术。他坦言，自己从未想过史莱克学院能够轻易获得冠军，因为对手的实力确实强大。他鼓励队员们放下压力，全力以赴，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为史莱克学院赢得了荣耀。贝贝在会后对霍雨浩表达了对胜利的信心，他认为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的实力是基于自身努力和学院的培养，而非依赖药物提升。他解释说，史莱克学院严禁学员服用药物提升修为，因为这种修炼方式可能会阻碍成为封号斗罗的可能。马小桃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贝贝学弟，你知道的不少吗？你身在外院，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内院的事情呢？贝贝转过身，扭头向马小桃微微一笑，道，学姐，我还是不说了吧。马小桃愣了一下，干嘛不说？说。贝贝摇了摇头，道，说了要得罪人的。贝贝巧妙地避开了可能得罪人的话题，并通过一句俏皮话引发了一阵欢笑。周老师对贝贝的领导天赋表示赞赏。霍雨浩和王东在修炼中感受到了霍雨浩深度冥想后的巨大变化，他们的修炼效率显著提升。王东也感受到了霍雨浩魂力中蕴含的蓬勃生命力。经过一夜的修炼，两人不仅修炼速度提高，彼此间的默契也更加深厚。隔天清晨，史莱克学院战队身着墨绿色劲装，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星罗广场，迎接着4强战的到来。经过1个多月的激烈角逐，从最初的100余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潇潇、王东、霍雨浩等队员在魂力上都有所突破。如今4强战队都已集结完毕，休息区内的气氛紧张而肃杀，战意昂扬。星罗帝国皇帝陛下在4名封号斗罗的陪同下步入比赛台，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皇帝陛下亲自主持半决赛的抽签仪式，表达了对各参赛队伍的感谢，并预祝大赛圆满成功。随着皇帝的宣布，半决赛即将开始，4强战队的队长们被召唤上台进行抽签，全场气氛达到高潮。